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美食老王子李有才，我又来了，来看看今天咱们要做什么好吃的。这道菜仍然是3家裁粉点的。首先我们准备嫩豆腐1块，因为豆腐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硬皮，这层皮会使豆腐的整体口感不统一，食不厌精。我们采用平推刀法去除外层的硬皮，然后把其切成骰子大小的4方小块备用。牛肉1小块，这块牛肉被我放在水中已经浸泡了1个小时，牛肉内部的血水和散腥基本上都没有了。检查一下牛肉内部是否有筋膜，有者剔除，然后把其切成小块，再一阵快刀斩乱麻，把其剁成末备用。准备红泡椒3个，去除辣椒蒂后，用刀擀一下，把辣椒籽擀出来，然后把其切成段备用。香葱适量，取其前端切成葱白段备用。蒜苗取其后端切成蒜苗小段备用。开始烹饪，向锅中加入水适量，待水没有沸腾时下入豆腐焯水，焯水时加入盐适量。焯水是为了去除豆腐的豆腥味，并且给豆腐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。那为啥又加盐呢？加盐的主要目的有3个，一是让豆腐的口感变得更加滑嫩，二是豆腐经过盐水焯烫后，在后期操作时不易碎裂，三是可给豆腐提供一个底味。就在这说话的功夫，锅内水已经沸腾了，把火关小，让锅内水保持微沸状态，让豆腐在这种状态下再待1分钟。1分钟后把豆腐倒入漏勺沥水备用。开始烹饪，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后加入适量油滑锅，倒出滑锅的油不用，向锅内分别加入菜籽油和猪油适量，待猪油化开后，下入牛肉末直接干煸，大约3分钟后，锅内油脂溢出，且牛肉处于跳动状态时，则表明牛肉末已被煸干、煸香、煸酥，把其捞出放入碗中备用。不用刷锅，不用加油，利用锅内炒牛肉末的底油继续烹饪。向锅中加入剁碎的豆瓣酱3汤匙，稍煸炒一下，把火关小，下入葱头和红泡椒继续煸炒，然后再加入海椒面2汤匙，姜粒少许，蒜末少许，继续煸炒。把料头的香味炒出后，加入高汤适量，下入豆腐，用勺子轻推一下使其分散开。开始调味，向锅中加入味精少许，胡椒粉1丢丢，蚝油适量，晃动锅使调味混合均匀，然后开小火炖3分钟。3分钟后，待豆腐炖煮入味时，开始第1次勾芡。第1次勾芡可以薄一点，只勾基本芡，目的是让菜品收味，变得滑嫩。第1次勾芡完毕后，下入炒熟的牛肉末，然后开始第2次勾芡。第2次勾芡要浓一点，使菜品成型形成包芡，且在勾芡时一定要把炉内火关闭。为啥呢？其实这是一种比较讲究的离火绞芡手法，因为第2次勾芡时芡汁较浓，芡汁极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受热糊化，所以我们采用离火或关火的方式，使锅底温度急剧降低，打入芡汁搅匀后，要再开火使芡汁糊化。用这样的方法勾出的芡汁就会比较均匀明亮透彻。然后下入蒜苗花，开始第3次勾芡。第3次勾芡要少而浓，仍然采用离火或关火的方式。第3次勾芡完毕后，淋入花椒油适量，晃动锅使调味混合均匀，然后即可起锅装盘，搞定了。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先别搞定呢，我有个问题想问，那个正宗的麻婆豆腐不是说放花椒粉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，花椒油更容易分散均匀，使口感统一。最重要的是，花椒油可以形成保护膜，包裹住芡汁，使豆腐的热量不会很快的散失。那你为什么要进行3次勾芡呢？答：因为这道菜1次勾芡出来的效果不好，且很难掌握芡汁的浓稠度。如果你的烹饪手法比较娴熟的话，2次勾芡出来的效果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但是3次勾芡出来的效果是最棒的。传统的麻婆豆腐并不放泡辣椒，但是仅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感觉泡椒的加入能够使菜品的层次感和口味更加丰富，也更加开胃。但是就是这种微弱的泡椒酸味具有的开胃感，对于有些食客而言却是大忌。
他们认为这样会破坏麻婆豆腐本身所具有的7大特点，即鲜香麻辣酥嫩烫的口感。所以这道菜是否要用泡椒和泡姜，还是值得商榷的。食物定位，心之所至，美味继承。特别烫啊，特别烫，就差一筐馒头了，就差馒头了。就到4个了，够不够？如果您感觉有才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给个赞吧。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有才是真踩不起来呀。